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皮，今天继续更新宝可梦特别篇。上回是说到皮神学会冲浪技能，能不防的把队伍给打跑了。小王骑着皮神来到下个岛屿，在这里，小王遇到一只受伤的大葱鸭，在帮他疗伤之后，通过心灵感应得知大葱鸭是迷路了，但照理来说是不可能迷路的。原来是森林的位置发生了改变。小王起初以为是森林在移动，但仔细观察，原来移动的其实椰丹树和走路草。小王将这一切都告知了大博士。大博士敏锐地猜测到，野生动物对危险则是能够提前感受到，比如说天灾，或者是和天灾一样巨大的力量。果不其然，在苏方岛上，佐佐克拉已经知道这渡的手段了。帮助大葱鸭找巢穴后，小王又一路来到猴年岛，这正是道馆主夏伯所在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小黄遇到一个奇怪的老爷子，老爷子将小黄带到一个研究所里，然后直接亮出身份，这不就是道馆主夏伯吗？夏伯对小黄说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之前拜托小刚调查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。”小刚急匆匆打电话过来，说自己在月见山发现了小智。小黄、夏伯都一脸惊讶，忙问道：“小智现在还好吗？”小刚这个憨憨立马就不好意思了，立马纠正，准确来说是发现小智曾在这里待过。小刚在这里看到小智的冰雕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曾有人把小智冰冻在这里，但之后小智又逃了出来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而此时，小牙电话也打来了，慌乱地说道：“宁比市被格斗系宝物围攻了，而且不只是宁比市，自己的华兰市、丽佳、彩虹市都被袭击了。”小刚听到消息后，立马动身赶往宁比市。此时，宁比市内以万历为首的格斗系宝梦正疯狂地破坏着，华兰市则是一群幽灵系宝梦，彩虹市则是冰系宝梦，这就一目了然了，肯定是橘子、克拉还有智霸所搞的鬼。四条王的攻击终于开始了。夏伯却知道这反而是个好机会。实际上，夏伯通过调查已经知道四天王大本营的所在地了，趁敌人兵力都不在，这是进攻苏方岛的好时机。夏伯当即决定要和小黄一起赶去苏方岛。然而此时夏伯却突然头疼，他让小黄拿着地图先去岛屿，自己随后就到。小黄走后，夏伯喃喃自语道：“知道了，一定会带你去的，毕竟是为今天才特别训练的。”苏方岛，夏伯已经到了这里。然而另外一个身影也在登陆岛屿，这不就是小豹吗？小豹很高兴，毕竟这样战斗力就又增加了。然而小豹却让夏伯不要出声，他已经感觉到了岛上还有其他人在。夏伯很是惊讶，马志士、纳兹还有阿菊竟然早早的就在岛上等着他们了。小豹直接问道：“为啥你们会在这里？毕竟当初火箭队解散后，他们就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。”纳兹回答道：“这事以后再说。”此时克拉已经感觉到岛上有入侵者了，杜泽呵呵一笑，转问道：“智霸去哪里了？”克拉答道：“正在月见山找小智呢。”月见山上，智霸仍在寻找着小智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让我在战役中这么有激情的人。”说着就陷入了漫长的回忆。小智拿着挑战书到了目的地，大吸一口气，对着空气喊道：“给我送挑战书的小子，我来喽！”等待中，小智脚下的地突然凹陷，一只大岩蛇隆地而起，智霸也随着现身。真心真的小智，让我见识下你的厉害吧！智霸第一只宝梦是用自由伸出手脚的沙朗狼，小智则使用皮绳一战。沙朗狼使出飞机撞，小智则让皮绳对着他膝盖使用电磁波，然而皮绳却打偏了。因为沙朗狼能自由伸缩手脚，所以智霸断言要想看清楚沙朗狼的膝盖那是不可能的。照理说，面对如此强敌，小智起码应该着急一下，然而这一此时却忍不住颤抖起来，哈哈大笑。自从小智夺得冠军之后，陆续遇到不少的挑战者，但那些都是小角色，已经好久没有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了。小智双眼开始有了神色，打算认真对决了。此时智霸派出第二只宝梦艾比囊，小智则快女蛙来应战。快女蛙的连环巴掌立马就起了效果。小智认为像艾比囊的这种攻击力对快女蛙来说简直是小一个。艾比囊的双拳被快女蛙紧紧握住，然而没想到战况立马转变。艾比囊的左拳是火焰拳，但右拳则有雷光掌，这对快女蛙来说可是效果显著的。小智忍不住称赞：“真厉害，竟然没发现。那么既然这样，上吧，暴龙！”小智骑在暴龙身上，而智霸则骑在大岩蛇身上，双方开始了拉锯战。智霸说道：“你刚说和水平相当的战斗会有一种燃烧的感觉，我也一样，战斗才是我的一切。”不远处，菊和克拉正观望着这场战斗。恍惚间，克拉竟回想起了和菊第一次会面的场景。
当时克拉的白矮狮因为这种工业废弃毒生命垂危，橘子及时出现，让鬼斯吸收了毒物。最后问克拉，在你保我们生活的地方放毒的家伙，你恨他们吗？恨的话就加入我们吧。画面再转到小热这边，暴龙的水炮迟迟无法攻击到大岩蛇，明明只要击中一次就能重创对手。没办法，大岩蛇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暴龙追不上。不仅如此，大岩蛇还紧紧地缠住了暴龙。面对如此情况，小泽暴龙咬住大岩蛇的身体，只怕见此则让大岩蛇挖洞逃到地下。为了预防大岩蛇出其不意的攻击，小智则拿出妙花，让妙花的藤鞭全方位的感受地底的动向。刹那间，大岩蛇腾地而起，妙花的藤鞭则刚好捕捉到它。然而智霸却呵呵一笑，跟大岩蛇比力量，你比得赢吗？小智让妙花使出全部藤蔓来对抗。挣扎中，小智不幸掉入了大岩蛇所挖的4通8达的塑料中，这下子可就麻烦了。果不其然，智霸率领大岩蛇正面冲了过来，小智也打算应战，然而智霸却突然说停战。原来此时一群地鼠们正在这里行进。智霸解道，大岩蛇挖的隧道会成为地鼠们的居住地，在这里地鼠会进化成3地鼠，3地鼠则能使草木更加茂盛。本就是和平主义的小智听到这话会心一笑，继续与智霸的决斗。然而此时智霸却突然跪地不起，随着橘子的克拉现身了。克拉说道，刚刚智霸说的真不错，但是人类私欲会将把我们的居住地全部破坏，人类和宝可梦势必很难共存啊。小对这两个突然出现的家伙很是敌意，问道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此时橘子出声了，如果只留下屈指可数的谢谢家，把人类赶出这片大地，那么这里就有宝可梦的理想家园了，为此就要产生一股巨大能量。说着就拿出了装置。小智很惊讶，因为这个装置小智曾经是见到过的。克拉说出了让小智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，那就让问出第8本徽章的持有者板木的下落。小智观察目前情况，现在智霸好像中招了，而自己在这个狭小的洞里很是不利，于是便派出化石翼龙带自己飞出去。然而克拉立马召唤出了明真姐，紧紧地缠住了小智。在克拉逼问下，小智说道，自己在和板木的对战中晕了过去，他去哪里了自己根本不知道。见小智好像真不知情，克拉便说出了叫小智来的第2个目的，那就是要测试小智的实力，看小智够不够格成为他们的同伴。毫无疑问，小智表现让他们相当满意，但小智肯定是不答应的。小智愤怒地召唤出了卡比兽，然而此时虽然是3对3，但情况对小智却是压倒性的不利。克拉见此也不打算放过小智了，因为小智的实力已经威胁到他们。说罢便让明春姐、鬼斯和沙尔挠联合使用大招冰斗灵之阵，这听都没听过。在一阵强攻下，小智宝可梦竟全部倒地。克拉则趁胜追击，使出了自己的冰人偶，让小智的手脚都不能动弹。因为知道小智还有一只皮卡丘，所以连皮神也不放过。橘子则还给整座山添加了迷雾。小智此时可以说真是绝望啊！克拉走之前让智霸动手解决掉小智，小智想唤醒智霸，但却根本无用。智霸只会杀狼对小智一顿猛攻，皮卡丘想过来帮忙，但自身也难保。绝望之际，想让皮卡丘快跑，他们犯的唯一错误就只动着皮卡丘的手脚。另外，皮卡丘的尾巴是雷达，所以迷雾是没用的。小智仿佛是做了最后的嘱托，让皮卡丘逃走去通知大博士。这些家伙是想毁灭世界啊！说完，小智便掉下悬崖，在悬崖底下，小智还挣扎一番。他担心大博士无法理解皮卡丘，毕竟皮卡丘又不会说人话。但愿有人等你心情的训练家啊！这里真要心疼咱们职业仪表啊！另一边，皮卡丘又做同样的噩梦了。小黄正要询问时，小蓝则出现在了小黄的面前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下一期决战就要打响了，真的是相当精彩哦！我是阿皮，咱们下期见。